道是自然的始祖，是宇宙之源。道是于人的理，即是大道之理。大道之理是自然的总规律，亦是宇宙的总规律。大道之理包含了规律、法则，理中寓法，法中寓理。老子《道德经》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人之所恶，为孤、寡、不古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家好，修行长生，真灵我身。欢迎来到真灵时间，分享今天的故事。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从《道德经》第42章中导出的阴阳根本律。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大道自然，大道无形，是阴阳物质联系和发展固有的总特征。作为宇宙大道的根本规律，阴阳根本律是揭示宇宙大道最普遍的本质，揭示支配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最终奥秘的核心规律。从阴阳根本律出发，思维的逻辑进程合乎实际地导出了另外几大规律。阴阳律对立统一，揭示阴阳亚重物质生成、互用、对立统一联系变化规律。法于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平衡发展。阴阳律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律，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阴阳的组合体，由阴阳两种物质组成的，并不是西方哲学的唯心、唯物、心物辩证。老子认为两者同生同在，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阴阳根本律三大特征：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可以分为阴性物质和阳性物质。阴性物质和阳性物质各有三大特征。一、阳性物质是实存在，呈显性征状，用肉眼或脊柱仪器可以看到，占有空间；而阴性物质是虚存在，呈隐性状态，脊柱仪器看不见，充满空间，但不占有空间，如声波、无线电波、磁场等。二、阳性物质的实存在方式是粒子或粒子的组合态，无论怎么分解或分割，都仍然是粒子态，分解至最后均成为化学元素。而阴性物质的虚存在方式是波或波群，波上记载着生命发展、变化的全部历史，如脑电波、思维波都看不见，但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三、阳性物质运行的速度上限是光速，而阴性物质的运行速度下限是光速，一运行便超越光速。速度的差异是阴阳两大类物质的重要区别，光速则是两大类物质的临界点，能把握这个临界点，就能把握阴阳的转化。阴阳根本律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它的内涵是法于阴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之间平衡后，可处于平衡态。法于阴阳，阴阳这两个字既包含了事物量的区别，又指出是物质的区别。下面举个例子，如果人类要是按照我们理解的一分为二去分，这恐怕就有毛病了。一半男人加另一半男人构成人类，这行吗？行不行？不行。一分为二吗？怎么不行呢？一半女人加另一半女人，这又是一分为二，构成人类，这回行了吧？不行。
这就反映出了一分为二，只道出了事物量的标志，却没有道出事物质的区别。而法于阴阳不仅道出了事物量的区分，而且还指出了事物质的区别。它把世间所有事物的性质都分为二大类性质，阴性和阳性，把向上的、积极的、看得见的、男性的、表面上的这些类全部归为阳，而相反的另一边的都归为阴。这样纷繁杂乱的万物都按照这两大类性质的属性全部的都归纳进来了。另外，阴和阳既有质量的区分，还有一种灵性的东西在里面。阴和阳包括生命活动的东西，万物皆有灵。你知道是指什么讲的吗？我们说那石头有没有生命？我们现在说的那些无机物是无生命的，对吗？说水是无机物，那能行吗？现代科学已经揭示出来了，无论是树，还是石头，还是土，还是水，这里面都有一种相互传递信号信息的东西，而且能被人类捕捉到。水能发出一种声音，一种呼叫，石头也能发出一种语言，用现代的科学仪器都捕捉到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那里面又没有心、肝、肺等，没有这些东西，它怎么发出来的？现代科学家永远解释不开这些事，破译不了。而我们用东方哲学思想一下子就能给道破了其中的奥秘，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看那些无机物，石头、水就是单纯的阳性物质，没有生命，没有灵魂。实际上阳里面还有阴呢。阴是什么？我们看看现代物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阴性物质的研究。据美国太空网报道，神秘的暗物质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界的未解之谜，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探索和争论。美国低温暗物质搜寻计划项目组科学家研究指出，暗物质或许就存在于地球之上，暗物质就因为它模糊、隐晦的特点而很难发现。事实上，科学家们也不知道究竟何为暗物质。现代天体物理学研究观测表明，宇宙中有大量的暗物质，特别是存在大量的非重子物质的暗物质。据天文学观测估计，宇宙的总质量中，重子物质约占 2%， 也就是说，宇宙中可观测到的各种星际物质、星体、恒星、星团、星云、类星体、星系等的总和只占宇宙总质量的 2%， 98% 的物质还没有被直接观测到。在宇宙中非重子物质的暗物质当中，冷暗物质约占 70%， 热暗物质约占 30%。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互根，不会有单一的阳，也不会有单一的阴。那么这个表面的阳里面的阴，就是所谓的灵。这个灵就是带有思想的，能够传递、表达感情的东西。所以说，万物皆有灵。阴阳学说比矛盾强得多。矛盾讲什么？硬碰硬的，矛和盾坑坑乱撞，无灵性，没有阴阳的性质在里面。而阴阳学说把万事万物最本质的东西全部道破了。为什么这些看起来没生命的东西却能办出许多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事物都办不到的事？因为它本身有灵性，有阴，而阴这类东西，它的功能状态远远超过阳性功能，它里面的一切症状都比我们阳性症状玄，让我们看住觉得好像神，其实就是阴性物质它本身的特征决定的。它办的事你看不见摸不住，
然后以波的形式存在，运行速度又是超光速。这些性质决定了凡是阴性物质它反映出来的东西，都比我们阳性的东西层次高，它属于更高层次的物质存在形态。所以树有时候说它会说话，有情绪。现代科学家们做了个试验，2棵小树，把这边的一棵树啪砍了，然后去捕捉旁边那棵树反映出的波纹，记录了下来。当把这棵树一砍之后，旁边那棵树的波像心电图似的啪啪跳得很高，然后抖起来，然后再拿着刀对住这棵树比划，树的波又出现了，而且波动很厉害，好像它懂得要杀它似的。这个试验科学家做了很多了，反映出什么问题呢？说明树它懂得外界对其有伤害有危险，尽管它不会说话，但它里面存在有这种对外捕捉信号的接收能力。那么这是什么支配呢？当然是它里面的阴性物质。以前民间说的什么树精，这个精那个精的，以阴阳物质论来看，无非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它里面的阴阳发生了转化，由一个一般的生命在受到特定环境刺激的时候，变成以阴性物质为主体的生命了，所谓超高级生命了。就像我们人群里面有一些特殊能力的，过去老百姓不都说是神啊仙啊的，跳出来看，无非是这些人他们把握了阴阳规律，知道了阴阳物质怎么转换的方法而已。他们一旦把阴性物质功能转换出来的时候，平常人不理解，就说这是半仙之体，什么真人、神、仙之类的。其实自古以来，神、仙、佛都是人来做的，人人都有这种慧根，都具有改变自己生命层次质量的物质基础及能力。关键是就看谁能把握阴阳，实现心物辩证的转换。所以道家说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人都可以成仙。佛家说人本来就是佛，人人都可以成佛。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了，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